分享是爱，爱是分享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五哥分享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由 Yart 1:12黑手腕悟空大圣青铜版本。这期视频我们会分为3个开箱部分。先来看1:12比例的青铜套装。这里有个提示：拆箱前请务必录制开箱视频，通俗易懂的讲，减少买家和卖家之间的扯皮。里边的彩绘包装。 配件的内容说明以及玩法的说明，一共是3盒细塑包装，很像黑胶唱片的亚克力地台，多功能的掐腰支架，地台上的组件。第2盒里面有一个地台组件，加上2个棍花特调件，可以随意搭配。主体这盒。 这是人物主体的整体布局，配件非常的丰富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天命人青铜套装的主体部分，整体的身高约为16厘米，主体身上自带了一颗青铜面具的头雕，侧边有耳朵的分色涂装，这个部分是还原的。这里值得一提的是，青铜面具是取不下来的，豪华版本还附送了一颗天命人的头雕。 整体的细节还是非常精致的，大家尽量看全屏化的4K 视频。这颗天命人的头雕，我个人感觉，如果说有一个可动眼的话，那我就会给它打一个9.9分。青铜面具的这颗头雕呢，发丝也是比较精致的，脖颈上的细节都有做出来。Yart把脖子的部分也做了一些防穿帮的设计，这点细节啊，Yart是非常不错的。脖子上镜甲的细节，前方的联动性，胸甲上的细节。 兽臀肩胛的可动性呢，做了一个球形关节，可动幅度。手臂甲上的细节，肱二头肌是有平转关节的，曲肘的幅度非常细小的分色涂装，手型上的分色涂装，手上的连线方式呢是一个球形关节，小臂甲也是有旋转关节的。大家仔细看胳膊上的联动机构，旋转，胸甲的部分也有联动机构，两侧的裙摆处呢都是有铁丝刻腰造型的。 另一侧前方也是有的，腰带的部分呢做了一个 PVC 的材质，软胶的腰间配饰。腰带背后的这个配件呢，它其实的作用是卡葫芦用的。尾巴的里侧是有铁丝刻腰造型的，两边的侧裙甲做了非常软的 PVC 材质，另一侧非常的柔软。扒开底裤，看到里边的构造，大腿关节一看就知道了，可以平转的。脚掌。 脚掌上的大拇指都是有联动机构的，膝盖甲的部分跟兽臀肩胛是一样的连接机构，带有球形关节，整个背后的一个样式，背面甲胄的细节还是非常的到位的。除了主体上自带的一对松弛手，第2对是实心的握拳手型，第3对握持的手型，第4对握葫芦的手型，第5对抓手的手型，第6对掐诀的手型。 以及第7对探耳的手型，拿缩小金箍棒手型，上清宝葫芦可以加血用的，矩阵伏虎丸这个是加攻击力用的，缩地轻符后边也有，两侧可以黑，兽棍雕鼠这款还有一个立棍棍心的替换件，Yart考虑的是比较周到的。接下来这一盒呢，大家可以看到前方写着录好视频拆箱，这是一盒金甲。 大圣套装版本，这款金甲套不仅承载了我的喜爱，更加承载了我那段玩黑手腕悟空心路历程。Yart的包装呢还是比较缜密的，以前我会要求很多这种包装让它严密一点，后来我发现做开箱视频呢是一种折磨，因为光开箱啊就会浪费挺长时间，所以有的时候啊人呢他还是有点拧巴的，你既想要这个又不想要那个，挺有意思。 这不就是我们的常态吗？还是喜欢这种开箱的感觉，是吧？拆开后啊，是一个灰色的包装盒，它写着悟空 ，OK， 就是纯玩，就是开心，对吧？Yart的品质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。不瞒大家说，我在2021年和2022年的时候就已经对这个Yart，非常看好。我看好的是，他说重新定义可动轴，这是我的追求。没想到Yart先做了，让玩家的审美更加的提高，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私心。当然了，能做到Yart这种程度，要付出很多很多很多，也要承受很多很多很多。跑题了，咱们接下来呢，直接拆箱。 这盒是我在小程序下单的，旗舰店我是全款。那么这款呢是一个修订版本，咱们看一看啊。左侧是一幅画，是一幅游戏里的插画，3张，一张卡片，背面有公布日期、产品合格证1张，大圣金甲套，页数还挺多。配件展示的名称，还有注意事项，塑体可动的关节说明，背面也非常的多，一张信封。 支持Yart每一个您，我是真金白银，非常支持啊！后续Yart产品呢，我也预定了很多，基本都是全款。打开看，
这是它的第一层布局，无论是主体还是配件都是有保护的措施。第二层的布局，这个头灯还是比较科学的，尾巴在第二层是一个软胶的 PVC 地台的配件，第二袋4个流苏调节可动眼的配件，然后是它的擎顶地台，地台的下方，大圣套版本的主体的身高在31厘米左右。我们先来看一看它的头雕部分，这颗大圣头雕实在是非常的精美。它是一个可动眼的设计，里边是可以调节的，天灵盖的部分是可以取下来的，有磁吸附机构，可以把紫金冠换上去。这么看的话是有一些穿帮的，从正面瞅的话还是可以的。INART的这颗1:6大圣头雕，如果满分10分的话，你会给它打多少分呢？虽然这个胶发看起来已经很精致了，但其实我个人感觉还可以再精致一些。INART把这个涂装做了一定的层次感，让这颗大圣头雕看起来更加的精美。之前的青铜套版本脖子的位置啊，它加了一定的猴毛，我个人感觉其实这个位置呢也可以加一加在脖子上。其实五哥玩甲胄的人偶呢非常的多，无论是胶甲还是金属的，收藏了也很多。每次朋友来我家，我都会给他们介绍我收藏的甲胄人偶，他们都非常的赞叹。那么这款大圣版本的胶甲可以看出来INART做的还是可以的。如果你让我去挑瑕疵的话，那肯定是有，没有完美的产品。胸甲来说呢很精致，包括镜甲的部分，但是扣子的部分稍微有点肉，腰间收臀很精致。如果你是强迫症的话，那这个位置确实有点误差，因为我玩的古代甲一般腰间收臀都是可以调节的，那这款呢它是不能调节的，尤其是有强迫症的人会非常的难受。这个位置如果能做一个可动的话，调节一下会让这些强迫症的玩家喜出望外。收臀肩甲的部分呢也是比较精致，带子呢做了一个真实的绑带，开箱的时候送的流苏呢就是它的备用件，铃铛和包背位置做了分色的涂装，小臂甲的细节整体看还是比较精致的。INART有一点做的我觉得挺好的，值得表扬的是它的这个小臂甲两侧做了一个可动的软胶，这个很好啊。大圣甲的后方肩甲的部分也做了一定的细节，INART在细节方面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。肩甲里侧做了一个魔术贴的连接方式，也有红色的束甲绳给它固定上去的。调节肩甲的高度，把里边的这个魔术贴给它打开，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来去调整它的高矮。里边还有一个长袖的内衬，细节做的也是挺到位的。人偶自带了一对松弛手型，指甲上的分色涂装以及手背上的猴毛自然平举的一个幅度，两侧里边的细节。侧裙甲前裙甲的部分呢稍微有点硬，我估计就是为了怕翘起来不美观，所以我猜测INART最重要的还是以美观为主，可动为辅。包边的位置呢其实还是比较软的，但是整个侧裙甲做了一定的塑形。后裙甲的位置，这个包边呢很软，下方的包边也很软。打开之后我们看一下里侧的细节，这个位置呢是装尾巴用的，里边的长裤跟上衣也是一样的材质，前帘的细节也是做了一个布艺，并且也做了烫金高周波的工艺。小腿甲上的细节虽然设计的地方有些小误差，但是我个人觉得整体来看的话，这款人偶还是相当不错的。脚型的部分呢就不像1:12带有一定的可动性。脚底的细节，如果你像我一样经常玩甲胄人偶的话，大家应该都能清楚它的可动性到底如何。这款它的脚型部分你摸起来就知道它有一定的阻尼感，里边屈膝的幅度，它是齿轮关节。劈胯前踢的话它也有干涉，所以说玩甲胄人偶呢，大家对可动性的话别抱太大的期待，最重要的是它整体的还原程度。我个人认为这款大圣甲还算是非常不错的，拿在手里它的情绪价值和整个的这种感觉，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值的。当然了，对价格敏感的朋友们这个就因人而异了。配件方面呢，凤翅紫金冠织机灵它是塑形的，大家也都知道我之前玩过很多这种凤翅紫金冠，都是带有铁丝的。不过像INART这种塑形的效果呢，我个人还是很喜欢的。里边如果带有铁丝的话，它折的时候它会非常的生硬。下面是磁吸附的，把天灵盖打开之后给它放上去就行了。凤翅紫金冠的绳结，缩小的如意金箍棒，一个葫芦，游戏当中呢可以回血的。手型的部分呢是一对握持手型，一对托举紧箍咒的手型。这个紧箍咒是发布之后啊，一直希望能附送的一个配件，Viper 也给大家附送了这个小配件。很好啊，是一个软胶的材质，两只单独的左手造型手，一只右手拿捏如意棒的手型。接下来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下这款地台的部分。这款地台如果大家插不进去的话，用热风机吹
这个孔位，然后后面这个孔位呢是插如意金箍棒的。如果你是我的老观众的话，你应该知道五哥有很多的这种轻型地台，这个地台的重量呢，我觉得是刚刚好的。整体看起来啊，它并不是特别的精致，不过我感觉够用了。我感觉够用了，真的够用了。地台上还附送了2个10块的小配件，防止穿帮，整体的一个效果一体性就更强了。最后一个配件就是它的如意金箍棒，整体的长度约为39厘米，用手用力捏一捏的话，你会发现它其实这个杆的部分还是比较硬的。如果你仔细看的话，它确实是有点歪的，还是像地台一样要加热塑形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这个位置呢是可以避免的。这箱啊非常的大，也非常的重，它是我一个非常忠实的观众。最重要的是，它是因为黑石化悟空知道五哥分享的，后续出了一期打大圣的通关视频。他看了几期之后，发现非常的有意思，然后从我的第1期视频一直看到现在新出的视频，而且我的后台显示了他观看时间最长，互动也是最多的。后来很有意思，我就联系他，因为五哥时不时会给大家送一些小礼品，但不是通过抽奖送的，我属于那种随心随性的那种人。联系完之后，他跟我聊了挺多，而且他也是非常随心随性的一个人。聊着聊着，他说五哥动用了亲朋好友，一共抢来了2盒，然后他说五哥这款呢送给你。说心里话，最大的感受就是非常的感动。这里我突然想到了荣恩跟我说一句话，他说五哥，你的好很多人是不知道的，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，因为很多的人只是通过你的视频了解你这么个人做视频，但是并不知道你这个人如何。虽然人没有完美的，也会有缺点，坚持了7年没走商业化，我觉得我个人是问心无愧的。无论是对我的粉丝，无论是对我的频道，还是对各位，我觉得我都已经尽力了。还有一点大家不清楚的是，我这人呢比较害羞，可以说基本都是品牌主动找我合作的。这点呢很多人是不知道的。无论什么行业都是会有人吃力不讨好，但是我个人觉得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希望我能为大家做点什么。好，咱们直接拆箱。我一直想找个契机把这箱给大家拆开做个视频，我很清楚这些都是大家对我的认可和喜爱。这款收藏意义比较大。最有意思的是，我打到第6章的时候，就是花果山那个地方，我是第一次知道有法宝这个东西，就是摁 T 那个法宝。看我玩游戏的这些观众呢，他们也不知道，因为第1天的时候啊，也不知道攻略在哪儿查，没有利用法宝，硬生生凭借技术过的。2周目打2郎神的时候，一次就通关了。用龙卷风那个法宝确实好用，它会消除定力嘛。玩第1周目的时候，真的是泪目挺多的，尤其是过场动画和通关之后，真的是很有感触。就像里面的台词说的，哪有什么天命人，都是苦命人，非常有感触啊。今天这期视频呢，可能时间比较长，但是确实也是我想这么做的，主要还是非常开心的，全新未拆封的。接下来我们把这箱拆开，盒子的背面也是有一张画的收藏版书解，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注意事项。背面的产品说明，天命人，后面是公布的日期。第2个信封，游戏科学冯骥和杨奇的真情告白。嘿嘿。第3封，一张卡片，后面是一个码。这张卡片扫完之后啊，让我直面天命，现在购买。直接拆开，打开后啊，里边是一张铁盒，左边是一张明信片，这个明信片跟打开之后那个例会啊是一样的，里边的样子。拿着一个光盘，后方写着收藏纪念卡，有一个编号，下方又写着一个天命邮票。这个呢叫做金乌，一个铜制的风铎，雷蟹白铜的戒指。里边也是一张画。第2盒内容物的整体布局。好，首先我们拿出来主体的部分，这款主体的身高大概在31厘米左右。咱们看一看它的头雕里边的连接方式，它后方做了一个红毛。我们来看一看天命人这个实体版本的头雕，这颗头雕跟大圣套其实是有点区别的，它做了一个连接的豁口，想把这个打开，后来采用了这样的一个方案，这是我猜测的啊。从头雕方面来看的话，右边呢是直面天命，左边是大圣的头雕，可以看到它的比例呢是不一样的，一大一小，整体的样子也是有一定的区别。大家更喜欢左边大圣套的这个头雕，还是喜欢右边黑熊套的这个头雕呢？喜欢左边打个1，喜欢右边打个2。我把头雕互换了一下，头雕互换之后的一个样子。
接下来看一下实体套装的主体，整身呢也做了一个 PVC 的胶甲，人工织毛的设计。受托肩胛的部分做了2层，下面这一层呢，里边连接方式呢是一个魔术贴，一串佛珠。这两边的袖子呢是不一样的设计，手臂甲的细节，两款手型的一个对比。这款没有盔甲的束缚呢，可动性会比之前那个要好很多，随便摆一些好玩的姿势都可以，也是齿轮的关节屈膝的一个幅度，腿甲以及脚型。裙摆处呢都是有铁丝可以凹造型，后边也是有的。后面这个位置呢，它是可以放尾巴用的，插进去。我觉得这款不用太多详细的介绍，更多对于我来讲，它带给我的情绪价值非常的高。接下来呢是地台的部分，整体的重量呢，我觉得是不错的。上方做了一些轻胎的效果，一条龙，5个兽头。这款天命人同样也是一个可动眼的设计，调节可动眼的配件。这款地台上还有一个小腿的支架，很有意思。这根金箍棒整体的长度在35厘米左右，有一个葫芦，一对握持的手型，同样有2只单独的造型左手，一只左手拿葫芦的手型。好，今天给大家开箱的3款 YART 黑神话悟空，不知道大家看得过不过瘾？一款1:12的，2款1:6的。1:12的这款青铜套装，整体的可动性是不错的。青铜套整体的细节，包括2款头雕、豪华版配件非常丰富。大圣套我非常喜欢，所以我买了不止1盒。最后就是实体收藏版的天命人，它对我的意义不仅仅是收藏，更是一种鼓励。视频的最后呢，我还是要说一嘴，无论大家是出于什么目的，我相信绝大部分人的初心还是希望YART能做得更好，走得更长远。最后还是要感谢九牧兄弟对我的支持和大家对我的鼓励，同时也希望大家生活愉快、平安、喜乐，分享是爱，爱是分享。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